解药中的灵气微乎其微，这虽然能让叶晨断定炼制丹药的人必然也精通灵气，但叶晨却无法通过丹药揣着对方的修为，毕竟这解药的药力实在有些低得过分。叶晨感觉其最大的用处并不是能够压制服用者体内的毒药，而是似乎只是为了其体内的剧毒发送一个暂时先别急着发作的信号。他看着这些解药，心中不禁揣测，如果破清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0个死士基地，那连同死士、死士家属以及骁骑卫，恐怕至少有几万人。除此之外，还有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书生、向导、特使、都督、虎贲营、速运公司以及各种各样的配套人员。粗略估计，麾下人马至少10万，甚至更多。这超过10万人马，绝大部分都是每周都要服用1颗解药，也就是说，破清会每天产出的解药就要在1-2万颗，甚至更多。这么大的需求量，不可能让掌握灵气的高手负责，否则的话，就等于把实力最强的那一小撮人按在了制造解药的血汗工厂里，实在大材小用。所以叶晨估计，破清会应该有一个成规模的丹药加工基地，英主或者其麾下掌握灵气的人，将核心丹药炼制出来之后，交由加工基地用特定的配方进行稀释。目前叶晨能找到的线索基本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很难找到一个实际的线索把塞浦路斯这个死士基地与组织的更高层联系起来。但是现在看来，唯一贯穿了破清会所有环节的，便是解药的生产和运输。解药是一条真正实际存在的纽带，它会用解药的运输线路将所有外部的组织架构与它联系起来。若是能找到解药一路送下来的输出路径，就能找到这个丹药加工基地。而这个丹药加工基地也绝非隔绝于破清会总部或者高层的独立存在，因为它生产的解药里必须有具备灵气的丹药作为核心原材料，所以它的上游必然还有一个灵气丹药的输入路径。一旦找到这个输入路径，或许就能一路顺藤摸瓜，找到破清会真正的核心。打定主意，叶晨便问段立业，你刚才说解药到土耳其的时间地点都是随机的，具体说说你们接收解药是什么流程？好，段立业恭敬地说道，一般我们会毫无预兆的收到一个通过卫星通讯发送的坐标和一个6位数的回执码，坐标可能在土耳其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收到地址之后就会立刻赶过去接收。说着，段立业又道，他们通常会选择一个荒郊野岭来安置保险箱，由于坐标精确到米，所以我们抵达指定坐标之后，只要在平地上试着挖一下，很快就能找到保险箱的位置。荒郊野岭，叶晨不由皱眉，看来这帮人的流程确实很缜密。荒郊野岭那种地方没有任何监控设备，而且对方又是先随机选择地点，所以根本不可能做到提前布控。而等对方从容不迫地将解药安放好，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清理掉所有线索，然后再将这个坐标告知对方。甚至对方有可能一次性在土耳其境内埋下多个保险箱，只是在往后的时间里，每隔一段时间公布其中一个保险箱的坐标。如此一来，想追查这条线就更是难上加难。随即叶晨又问道，你们每次过去接收保险箱的时候，有发现他们安置保险箱时留下的痕迹吗？没有，段立业摇头道，我还特地注意过这一点，但每次接收解药的时候都没发现有任何痕迹，没有脚印，也没有车轮印，要么是他们走的时候特殊处理过，要么就是他们埋下保险箱的时间已经足够长，风吹日晒自然掩盖了他们留下的痕迹，也可能是两者都有。叶晨不由咂了咂嘴，问他找到之后呢，要给他们反馈吗？要。段立业道，保险箱有一个密码输入区域，但是这个区域并不是用来开启保险箱门的，而是用来给组织发送回执的，只要输入正确的回执码，
组织就能确认我们已经安全接收。听到这里，叶晨一时间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抓住对方解药的这条线索。这时，轮船发出十分刺耳的汽笛声，同时船速也慢了不少，这让叶晨意识到船快要靠岸了。于是他立刻将段立业带来的解药丢回衣柜，转而裹上其中一件黑袍，随后便对段立业说道：我伪装成你的副手，和你一起去铜矿，你以前怎么跟他们交接的，这次就还怎么交接。段立业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遵命。说罢，他便也拿过一件黑袍，娴熟地套在身上，并用硕大的帽子将整个脑袋完全罩在其中。叶晨也有样学样，用那黑袍的连衣帽将自己的头罩了起来。他发现这黑袍的帽子十分宽大，而且帽子部分的布料是轻薄的纱质，就算是帽子将脸整个遮住，也不妨碍视线。随后，叶晨与段立业来到门前，看着那个如木头般站立不动的舞者，冷声说道：听好，除了我们2个之外，如果有其他人敢进这个房间，杀无赦。对方立刻被叶晨的心理暗示所控制，当即恭敬地点头说道：属下遵命。2人迈步从房间内走出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大部分负责警戒的骁骑卫都返回到了桥楼之上，待船停稳之后，他们会带着所有船员进入轮机室，以免这些船员窥探到任何线索。而此时的轮船距离码头只剩下1-2公里的距离。叶晨与段立业直接走出桥楼，来到甲板之上。甲板上，2名船员与2名骁骑卫正站在船的左舷，等着抛缆绳完成靠岸。而叶晨已经能够看到前方这个不大的码头上，此时正灯火通明，多辆卡车、装卸车此时已经在这里严阵以待。除此之外，叶晨还看到几辆小轿车，想来应该是等着迎接段立业的车队。货轮在即将靠港的时候启动反推，随后航行速度迅速降了下来，并且侧着船身靠向码头。待船停稳之后，段立业一马当先，从甲板内侧的舷梯一路向下，而此时下方的舱门也已经被2名船员打开。与此同时，货轮旁边的起重机已经开始缓缓移动，看来是要开始卸货了。由于叶晨让段立业按照以前的交接方式正常交接，所以此时的段立业完全进入到了自己往常对接的节奏。当他迈步从舱门走出去时，外面已经有多名男子在此等候。见段立业与叶晨走下来，为首那人立刻恭敬地对段立业说道：特使大人，您一路辛苦了。叶晨听得出这人的语气带着几分紧张与忐忑。再看他身边的其他人，一个个也是紧张不已。叶晨推测，他应该是因为前几天在伯根的那场失败而忐忑不安。毕竟林婉儿是英主亲自点名要的人，结果他们的人却没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而现在又恰好到了送解药的时间，他们生怕英主会重复20年前的手段，将他们这个基地的所有人都置于死地。面对几人的恭敬与忐忑，段立业只是鼻息间淡淡嗯了一声，看都没看那人一眼，便径直朝着那3辆小轿车走了过去。为首那人连忙快跑几步，冲到中间那辆奔驰车前，帮段立业拉开车门，随后又帮叶晨将副驾驶的车门拉开。一袭黑袍的段立业率先坐进汽车后排，叶晨也紧跟着坐上了副驾。随后迎接的这几人迅速坐进前后2辆车里，车队迅速离开码头，驶向距离码头仅有约1000米之遥的铜矿。车队绕出码头，眨眼间便行驶到了铜矿的正门处，自动大门提前打开，让这3辆车能够不减速的长驱直入。这座铜矿外面看起来与万隆店的基地有几分相似，不过规模上就小了许多。其内部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但叶晨还是发现了许多隐秘的暗哨及火力点，看得出这里戒备十分森严。
车队直接开到一座办公楼样式的建筑前停下，而此时楼下已经多人在此等候。为首的中年男人穿着考究，颇有一副大企业家的做派。在中年男人身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年轻人又瘦又高，看起来书卷气很浓，一眼看去，给人的第一感觉便像是那个中年男人的助理或者秘书。只是叶晨却发现，那中年人其实没什么修为，甚至连武者都不算，倒是这个书卷气很浓的年轻人竟然也是一名暗境高手，只是等级相对较低，只是暗境2重天。结合之前段立业的供述，估摸着这个中年人应该是这座铜矿表面上的管理者，而他身边那个助理一般的年轻人则很可能是这里的真正实控人，那7名骁骑卫口中的节度使。在这年轻人的身后还有几名武道高手，不过剩下这几人里实力最强的也只是一名明镜大圆满的老者。不过眼下这些人的表情都带着几分惶恐，想来也都在为上次的失败而惶惶不可终日。车停稳后，那助理模样的年轻人率先上前，恭敬地替叶晨和段立业拉开车门。而段立业刚一下车，那穿着考究的男人便走上前来，恭敬地说道：“特使大人，您辛苦了。”暗境1重天的年轻人也微微躬身，虔诚地说道：“特使大人辛苦了。”后面的人则一齐鞠躬，高声喊道：“特使大人辛苦了。”段立业只是抬了抬手，淡淡地说道：“进去说吧。”“好，您这边请。”那年轻人连忙恭敬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随后快走几步在前面引路。段立业紧随其后，那中年人则跟在他的身边，开口说道：“特使大人，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运营报告已经写好了，烦请您待会儿抽时间过目一下。”段立业嗯了一声，没多说话。这冷峻的态度让那中年人更是紧张无比。叶晨则跟在段立业的身后，将这些人的表现尽收眼底。眼见这些人惶恐无比的样子，他心中反而放松下来。眼下这帮人正在极度的恐惧之中，想来这里的骁骑卫和死士们这些天一定也都寝食难安，这绝对是策反他们的绝佳时机。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